现在都说五谷丰登，其实老祖先说的都是六谷，被淘汰的那种主食叫做谷米。在唐代以前，皇帝都要吃这种米，但宋代之后，中国人就将它淘汰了，后来更是改成吃它病变的茎，如今再次被人封为土豪米，甚至还有人说这是美国的传统健康食品。这里是知识天梯。钴是一种多年生禾本科植物，虽然和稻子等谷物沾亲带故，但两者并没有更亲近的关系，而且钴作为植物，长期以来多是野生状态，跟它的亲戚稻被驯化种植完全不同。湖泊边以及沼泽区域都能看到钴的身影。这种喜水的植物又喜欢温暖的环境，它的叶子看起来跟一般的蒲苇没有区别，生长过程中会开出颜色很淡的花朵，植株整体的高度最高能达到 2.5 米以上。钴的根系部分潜藏在地底，而且根系错综复杂，冬天的时候植株整体会枯死，来年春季新的嫩芽又从地底的根系长出，并长成新的植株。正是靠着这种一年又一年的分裂生长，钴才能代代相传。虽然野生钴靠着根系分裂而生，但它也会像稻子一样抽穗，这一过程出现在每年的夏秋时节，又可被称为结籽。和稻米不同，钴结出来的籽呈黑褐色，形状也更加的细长，这就是古人所说并将其当成主食的钴米了。钴所结出的籽很容易脱离，基本上成熟就会脱落。正因为这种特性，所以长久以来想要将钴驯化种植就显得很不容易。但钴的分布区域恰恰又很广，只要是温度适宜且有水的地方，都能看到它的身影。也因此，古人虽然未能将钴驯化，但每年吃它的子实还是相对容易的。现在我们说的五谷，而在2000多年周礼的记载中，可是多出一谷是六谷的。这六谷分别是土、黍、稷、梁、麦、钴，其中的钴就是钴米。在整个周代，钴米都是人们日常的主食。浙江的湖州在古代就有钴城的名号。战国之时，四公子之一的黄歇春申君，他的封地就在此，所建之城被称为钴城县，因为城外的河湖边生长了大量的钴，所以才有此称谓。战国之后一直到唐代，钴米依然食用普遍，持续到宋代开始下降。明代一些文人墨客也记录或追忆吃钴米的情形，而此时的钴米已很少出现在人们的餐桌。再之后，茭白基本上彻底取代钴米，成为了人们的食物。钴米在宋朝被淘汰，现在却被外国人当作健康食品。钴米一直从周代盛行到唐代，宋代慢慢减少，明代便消失了。之所以不再现身，是因为一种叫钴黑粉菌的病菌。钴黑粉菌又叫黑穗病菌，它所产生的危害恰恰是针对钴抽穗结籽的。在钴的生长期内，钴米关键的节点就是拔节抽穗时期。这期间，黑粉菌的菌丝会侵入到钴的茎秆之中，它破坏茎秆组织的细胞壁，而后寄生在细胞之内，源源不断攫取茎秆的养分。菌丝不断生长繁殖，而且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，还会产生一种叫吲哚乙酸的分泌物。这种物质会刺激钴的茎秆，使其不断膨大，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东西——茭白。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钴原有的茎节细胞在持续分裂，并且养分都传输到了另外的这个叫茭白的体内，花茎也因此不再能正常发育，更不会抽穗结籽了。关于这一现象，古人很早的时候也发现了，只不过在宋代之前很少去干预这一进程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之前，有钴米就吃钴米，有茭白就吃茭白。到了宋代以后，随着人口大量的增长，南方很多地区开始围湖造田，把湖泊、沼泽以及池塘等有水的地区全部改造成了土地，用以种植粮食作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钴等于被清除出去了。而且随着粮食作物的不断增产，人们对钴米的关注也越来越少。与此同时，人们知道茭白也能食用，所以就把更多的关注度放在了这一层面。但是和钴米一样，野生的茭白数量也是有限的。为了能够大量食用茭白，人们就开始更多关注那些能够长出茭白的植株。
与此同时，还把茭白挖出来埋进土里进行栽培种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黑粉菌的孢子也能和埋入地下的茭白一样顺利度过冬天。等到来年，这些带着黑粉菌的茭白通过分裂而生长，在循环过程中代代相传，就一直留下了茭白。而由于黑粉菌的影响，钴完不成抽穗结籽的过程，于是钴米也就渐渐被人们遗忘了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往后人们越大量的种植茭白，还专门开辟出了地块来种植。在这个刻意拣选的过程中，钴米就被淘汰了，以至于越往后人们根本不知道钴米和茭白是同一种植物长出来的。在宋代就被淘汰的钴米，如今为何又要复活它？北美的印第安人在没有被欧洲白人打扰之前，还保留了大规模食用钴米的习惯。北美地区以往的钴多数分布在有水有沼泽的五大湖地区，印第安人为了采集到更多的钴米，每年秋天往往会分2-3次进行收获。人们先是将没有成熟的钴的穗子整理起来，而后捆扎好，等到了快要成熟的时候，再驾驶船来到生长的地方。印第安人用树皮做带子，船到了事先捆扎植株的地方，一个人负责把植株的穗头弯下来，另一个人则负责用木棒敲打植株。由于钴米极易脱落，所以通过敲打就能将脱掉的钴米收集到口袋里。采集好钴米，接下来就要进行脱粒了。先是晒干或者用火烘烤，等干燥之后，再将钴米装进口袋，放进一个挖好的大坑里，而后通过一遍遍的踩踏，让外壳碎裂，使之脱粒。再要借助风将碎壳杂物等清除，留下来的就是干净的钴米了。印第安人食用钴米不是蒸煮，而是炒熟了直接吃。他们这种采食和食用钴米的方法一直持续到白人到来之前。时至今日，国内有农业学家想通过育种的形式，让消失了多年的钴米复活。之所以科研人员对钴米念念不忘，乃是因为它独特的营养价值。钴米相对于日常所吃的稻米，它的淀粉膨胀性更高，所以一点米就能煮出更多的饭。除此之外，钴米中粗蛋白质的含量也不低，能达到大米的2倍之多，蛋白质的利用率可以和鱼类相媲美。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含量同样也很丰富，富含较高的是维生素 B1、B2 以及维生素 E。相对于传统的谷物，它属于低血糖指数的食品。当年老祖宗因为它的产量低，不能满足人们的食用需求，所以把它抛弃了。而今生活条件好了，人们又试图从营养的角度去发掘钴米的价值。选择方向虽然和古人不同，但本质上却是一样的，就是让植物为我所用。不过，即便钴米还不能量产，至少茭白作为蔬菜还活跃在人们的餐桌上。作为食物，人们对于钴的利用也算是发挥到极致了。知识天梯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